下面我们也继续讲这个21杜牧占啊。21杜牧占其实是21个宋词，应该说就是简单的话呢，就是内容不多。但如果它的这个内容就是从各方面进行这个剖析的话呢，它可以用宪宗的方法、密宗的方法，密宗方法当中也有生起次第、圆满次第、大圆满等各种方法来就是解释，每一个宋词都可以这样这个解释。因此我们这次呢，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宪宗的基本的一些字面这个解释和还结合一些隐藏那个就普遍的，大家都教育互晓的，就这样的一些公案，就是结合起来而讲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我希望我们很多人呢，就是以后呢，就是对杜牧法门，就是应该这个升起一个真实的这个信心，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好多年前吧，就是有一些台湾的学者和有些修行人都经常说过，就是他们呢，就是觉得很可惜，就是台湾这个大陆这边呢，就是对这个杜牧法门呢，就是弘扬的不是很广的，然后呢，觉得是就应该呢，这个杜牧法门就是弘扬，而且呢，就是有很多人应该在不管是在这个生活上也好，婚姻上也好，就是钱财上就事业上各方面呢，就是需要就是杜牧的互助和加持，就是很多修行人呢，就是通过自己的修行以后，确实在感应上和在这个自己的这种言行上呢，就是得到一定的这个就怎么说就是效果，就是这样之后呢，有这种这个说法我本人也是认为，这个当前呢，我们这个杜牧法门就是这个既要弘扬，又要自己这个修持自己修持的过程当中呢，当然这个包括这个现在汉地也好，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的话呢，也有很多那个其他的译本就这个译本呢，你们自己对哪一个这个翻译呢有信心都可以这个念诵或者是修持就不一定是非要是一个法本呢，就是作为是准确的，其他都是我们这个推翻了，就没有这个必要的。从我们藏传佛教当中看呢，像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包括这个中观的一些法门就是大藏经里面的有一些这个法门的话呢，那么就是有很多意思的这个译本就是像我们像《金刚经》然后这个什么这个《阿弥陀经》就是这些也是有这么多的这个译本就是包括我们心经的话呢，有那么多译本。当然，这个译者的这种怎么说发愿和一些他的这种这个应该是他的发愿力吧，就是他的发愿力呢，这个利益众生的这种光弘度方面呢，就是也有差别的就也有差别的你们知道这个《金刚经》呢，就是大概是我记得是5、6种这个译本，但其中呢，就是1、2本是这个应该说是所有的这个人都在这个修持，个别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人，就是这个可能在这个当时的医治和一些护法神的这个发愿和就价值不同，就这样的但我们呢就是不管是杜牧就前两天的是有个别的道友就是说是我以前呢就是读过什么什么谁翻译的这个杜牧要不要改就是想改我说是这个不一定要改，就是自己以前呢是哪一个这个杜牧占也好，不仅仅是杜牧占，就是包括我们其他的任何一个法本呢就都有不同的译本都是很正常的就是这是我们现在呢就是不太欢迎的什么呢？就是别人已经翻译完了，故意在那个上面就是改一些词，然后呢加上自己的名字，这种做法是不太好的。确实也是有这种，包括别人的这个错别字呢，就是没有改，就是然后没有错的字呢，就是改了，就是那这种方法是不太好的。就是真正自己有一些本事和这样呢，就是有很多的译本呢，就是这是合理的。所以我们这个杜牧站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国外在这个很多这个欧美地区的话，那就是大概是70、8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都比较这个广弘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我希望也是这个杜牧法门呢，就是这个以这个我们这个学会和学院为主的很多道友呢，自己如果向那个前途为愿然后就是得到一切这个顺缘那这样的话呢，其实21杜牧站当中呢，的确是修行当中的很多的这个这种这个成就呢，就是可以包括的就可以包括的。我们藏地的很多大德
因为在表面上呢，就是并不是这个明说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修三根本的时候呢，很多都是这个杜牧呢，就是作为这个就是自己这个修行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法门呢。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三根本呢，就是上师和空性和本尊啊，上师本尊就是那么也怎么看出对空性呢，就是有三种。那么很多大德呢，就是上师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然后这个本尊呢，就是有些是观音菩萨，有些是这个文殊菩萨，空性呢，就是很多是这个杜牧啊，就是杜牧就是。那么这是有些这个女宗呢，也可能认为就是如果是是男宗上师的话，那就是空性是这个杜牧也是可以的。但我们女宗就是可不可以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所谓的这个空性呢，这些意思呢，就是根本并没有就是搞懂的。包括修圆满次第和生起次第的时候呢，都自身的这种观修方法，其实跟没有什么男宗女宗的这种差别啊。就是我们这个女宗一些修行人的话呢，也照样有这个上师啊，就是比如说你莲花生大师，然后本尊呢，就是你自己哪一个上师制定的，或者自己有信心的，你就选一个这个本尊。然后空性的话呢，也同样的就是或者是妙音天女，或者说什么这个杜牧啊，或者说是这个一级父母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父母啊，就是都可以的，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要这个获得加持的话呢，依靠上师的加持；获得成就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本尊啊。就然后呢，就是事业迅速这个圆满，事业迅速开展的话呢，就是依靠空性。所以这个空性的这个加持和力量呢，确实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我们这个修这个杜牧法门的话呢，很多这个修行人来讲呢，应该是把自己这个三根本之一的这个空性呢，就是作为是这个杜牧的话呢，我想呢，就是他是最这个可靠的，就是最有这个迅速的这种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呢也激起的这种梦力啊，就是你不管是在哪些方面，就是这除了就是你前世就是造的有些业啊，就是今生当中呢就是不可逆转，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一般的这个暂时的任何一个违缘呢，就是不可能就是不迁出的。所以呢，我像我们很多的这个道友啊，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是这个修行过程当中，虽然在显现上呢，也许有一点点的这个违缘，但实际上呢，就是那种这个修法，就终身是非常圆满的。有些人呢，在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就是经常遇到违缘，而且呢，无法战胜违缘啊，无法战胜违缘。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就是护法本尊和这个空性的这种这个护语啊，或者说我们的祈祷不够，我们的这个祈请不够啊，这样的话呢，那么这是一种这个因缘。就谁，如果你去祈请呢，谁去有信心的话呢，那么就是他的加持就是自然而然这个出现。如果我们本人呢没有这个祈请，甚至呢就是我们用这个邪见和邪念的这个态度啊，就是把它这个就不惜一顾的话呢，那肯定就是不可能得到这个价值。所以我想呢，希望我们很多就是道友呢，就是把这个空性法门，尤其是这个杜牧法门呢，以后自己也修持。如果自己有一些感应，自己真的是在这个就是加持上，就是得到真实的这个利益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一定会是就是愿意就是给别人这个传说啊。其实这个杜牧法门呢，就是让推荐就是很多人修持啊。现在很多社会上的人真的表面上看到的是还是很多人就比较这个各方面都是很圆满，穿的也可以，吃的也可以，各方面还可以。但实际上呢，内心当中有很多的烦恼啊、痛苦啊、疾病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折磨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折磨。所以我想呢，我们依靠一些佛法的这个威力来真正这个遣除这些困苦这些是非常这个重要的。没有这种佛法的力量呢，我想在这个三界轮回当中的一些凡夫众生呢，真的是表面上看呢是再如何这个风光如何的这个非常成功或者说是荣华富贵，但是实际上内心的这种这个焦虑内心的这种这个痛苦的话呢特别这个严重就很多人表面上看呢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如果内心当中真的有一些佛法的境界的话呢，表面上看呢就是这个人是多么可怜多么这个伤心但实际上呢就是他欢喜充满就是一切都是这个快乐无比的就快乐无比。所以呢，我经常始终都是在想就不是我表面上就始终都在想，哎呀，每个人都是有一些佛法的境界。
界是多么好。有了佛法的境界，在显现上呢，无论是造到了什么样的这个轮回的痛苦也好，就是或者说是不顺也好什么的，但是他的这个心里呢，就非常的这个坦然的这个面对啊，就是这些一切的这种事情呢都可以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那就是无论是你再有这个才华啊、地位啊，什么样再这个显赫，实际上呢还是逃不开就是这个烦恼的这种镣铐啊。所以说呢，我想大家一定要就是通过一种这个本尊和空性的加持，同时呢就是自己的心性和智慧啊结合起来，就是应该牵出就是自他的这个内心的这种无明这个黑暗啊，就是这一点就是极为重要。